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以色列美教的频道。今天是2026年的3月31号，3月的最后一天。那明天晚上开始就是逾越节了，所以很多的商店现在都快要不卖任何带笑的东西了。但是我们来看这一间店是不是还有卖有笑的东西？那这个是从普尔节一直开始卖的普尔节哈曼的耳朵，然后这里有写本来这里有蛋糕，但是那个逾越节是不能吃的。然后这里有好多的可颂哦，好酷哦！这个老板跟那个 Helen 是同一个，看起来就很好吃。然后这边也是有特别写说，这个是逾越节不能吃的哦。哦，这样子就要50块，等于台币500块。我们再去看一下 Helen 目前的生意怎么样。那先讲一下，这个是 King George 这条街，因为在做轻轨的关系，所以我右边都隔起来，以后就会有漂亮的轻轨。以后是什么时候呢？不知道，2-3年后吧。然后呢，这条路大部分的商店就是继续的营业啦，但一定是有受到生意上面的影响。你看，又是工程，又是打仗，不是打架。那你看现在呢，这家店应该也是在做逾越节的准备。然后呢，我们这样就走到了 Helen， 在这边有一群士兵坐着聊天吃 Helen。看看，哇，今天没什么人啊，只有我啊，不用排队，太好了。来看看蛋糕的价格都还是一样，非常的贵，45块等于台币450。我可以吃一个什么呢？上次我吃这个好好吃哦，然后这里看起来好好吃哦，什么都看起来好好吃哦。这个是肉桂卷 Cinnabon 28块，好像还可以。来看一下，他们也有卖意大利面，然后这是我上次吃的可颂面包，这是店内的人。我都不知道它有厕所，好美哦。Helen 就是超美，哇！然后我挑了一个位置坐在这里，真的超美。哇，好开心啊！Helen 真的很好吃。我刚刚有问他们明天不开门，然后一直要到逾越节结束以后，他们才会开门。我前天的影片有说，因为你要在逾越节营业，你要特别拿到符合逾越节条例洁净的那个证书，那要拿那个很难，所以就可能干脆不开门是比较容易的做法。我记得逾越节7天，7天里面有1天会碰到是安息日，然后第1天跟第7天又是逾越节，你不能够营业，所以弄了半天，你真的能够在逾越节营业的天数就是4天，那就算了。所以这样子呢是42块，等于台币420块。大家觉得呢？合理吗？来跟大家讲2个有趣的以色列小文化。第一个呢，就是你点咖啡结账以后，他会问你叫什么名字。这不是因为店员要跟你搭讪或怎么样，就是因为等到你的咖啡做好的时候，店员就会开始大叫你的名字。那如果你没有听到的话，你就过5分钟自己去看有没有你的咖啡在那边。我刚刚就是在想说，我去找座位，然后我现在在这里，我一定听不到他讲话。那后来我也真的是没有听到，但是我就过去，然后我就找到我的咖啡，然后问他说这是给苏珊的吗？然后他就说是。然后第2个有趣的文化呢，就是结账的时候，我是说我要吃这个肉桂卷，然后他问我，那你要喝什么吗？那你可以用一个很以色列的回应，你可以说 Lama lo， 就是为什么不要？意思就是要。那他们很习惯用一个问题来回答另外一个人的问题，所以他问我你要不要你要喝的吗？然后我回答为什么不要，就是回答要的意思。反正这就是以色列很有趣的文化。下次以色列朋友问你们说要不要干嘛，然后你就回答拉玛喽，他们就会觉得说哦，你很懂。我觉得是就是每个文化有的一种习惯，像台湾人就会
如果说不要，会说哦，我先不用。我先不用的意思是我先不用，是这样吗？没有，他就是我不要，但是他会说我先不用。不知道大家对这种以色列生活的小文化有兴趣吗？如果有的话，欢迎留言告诉我。好啦，我吃完啦，我觉得好愉快。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店生意这么好，他还愿意在逾越节的时候关门，这就是犹太人对于传统的执着。然后这些都是以色列的女兵吧，她应该是军警，她的制服应该是军警。然后呢，我们来看一下街道上有没有什么准备过逾越节的气氛。到处都是工程的声音，这个也不知道，开了以后会是什么样的店。然后后面我刚刚给大家看的那个工程嘛。好，那这里呢就是雅法路。那大部分的基督徒因为圣经里面有讲耶稣过逾越节，所以都会想要来耶路撒冷体验过逾越节的感觉。但其实逾越节它是在家里吃逾越节晚餐的一个传统。你在街上基本上会看到的就是大家在大扫除啊，然后超市买不到有效的东西啊，然后很多的餐厅不会营业啊，所以它比较不是那种好像在庆祝什么的节日。那以色列国庆日的日期当然每一年不一样，但它就是会在逾越节过后的3个礼拜。那很有趣的就是，国庆日的前一天，它会是阵亡将士的纪念日，纪念那些为以色列付出生命代价的这些士兵啊、军警人物等等。那在国庆日跟逾越节之间呢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节日，就是大屠杀纪念日 Yom HaShoah， 因为这是这个民族的一个历史。那一个部分我们就下一次有机会跟大家再说。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超市有没有预备好要过逾越节啦。超市，那大部分的人都已经采购完毕，因为明天就是逾越节，他们该买什么的都已经买了。咦，但我也是可以来买肉带回家。有小孩在哭，好多人。噔噔噔！那这些是酒，都还在。然后蔬菜看起来没有很特别的不一样，就跟那个我们家旁边的那个超市一样，有贴口卡切雷贝萨，就是逾越节可以吃的。所以我们应该要找是逾越节不能吃的那边东西现在长什么样啊？卡met，它这里就有写这是有效的，但它还没有封起来。我们明天或后天再来看。那面包的话，这应该很明显是有效的，应该不会拿错啦。来看看啊，连肉都会告诉我们是逾越节可以吃的。亚洲的东西，我感觉应该要标示啊。连 yogurt 都有标示，就是逾越节可以吃，这些都可以吃。逾越节也可以喝的牛奶，有草莓口味哦。尿布也都还在，卫生纸好多种。那啤酒呢是有效的，所以不能喝，但是葡萄酒就可以。这种葡萄汁是有效的，所以不能喝。然后我讲一下，因为我是台湾人，我如果念教就会很奇怪，所以我一定会是念孝，无孝。我台湾人比较不会说无教。然后这就是传说中无孝节的无孝饼，2种。然后这种饼干看起来好像有效，但其实是专门做给逾越节吃的。给大家看啊，羊排1公斤80块，等于台币800块，好像还可以。然后这是以色列目前的物价，你看这个酒啊，真的是超划算，不像台湾酒卖很贵。
乘以10是台币嘛，然后这都是什么2个55啊，3个50，哇！我本来想要带大家去看犹太人烧孝，因为去年有找到，但今年我找了3个地方，我都没有看到，所以大家就回顾去年的影片吧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Max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东西？为什么它的入口长得不太一样？好，这些都是锅具，因为我有说过嘛，犹太人习惯在逾越节的时候用新的锅子，来确保他们所用的东西没有任何的效。我以为会找到跟逾越节有关的东西，但好像没有，所以我就买一个 Play-Doh 给我们家小孩。我们来逛一下这家店有没有什么不一样。那这里就有一些逾越节的装饰啊，这个是逾越节快乐，然后小瓶子上面写9 Yan， 然后可以给小孩画画的东西，这样他就可以画一个袋子出来了。然后这个是给小孩画画的，好像也不错啊。然后还可以练习写希伯来文 Has。晚餐都会念哈嘎达，就是叙述的意思，那就会讲他们离开埃及得到神救赎的故事。那这是给小朋友在听大人念哈嘎达的时候有事情做，他可以画画啊、贴贴纸啊。看摩西吹角的人，可以给小孩练习，就是逾越节晚餐，中间放无酵饼，然后其他6个要放的东西有象征不一样的意义。这个是打扫的东西，我也拿一个。然后这里的工作人员是阿拉伯人哦，觉得他人手不够啊，一大堆东西放在这里还没有补货。然后这里有很多手工艺的东西，可以跟小孩玩。我们明天应该是去旧城吃逾越节的晚餐，但又听说旧城是完全封住了，连行人车子的那个门啊都不能走了，所以我也不知道。因为现在毕竟是很特殊的战争时期，所以有这些的限制也是没有办法。是安息日的碑，上面写 Borei Pri Hagefen Amen， 感谢神创造了葡萄的果实。好啦，那这就是今天逾越节前，然后在超市、在商店、在路上有趣的样子。那我们就明天的影片再见啦，大家拜拜。我买了一个大披萨，要给我家小孩，这一大片才10块，等于台币100块，真划算。逾越节就吃不到咯，要等7天咯。